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就在闵行的新庄附近啊。据说这边呢有一个盛开着梅花的梅园，准备呢到那个梅园里面去参观一下。据说这个公园的梅花展啊，到3月8号就结束了。听说呢，这个梅花已经开得七七八八啊，大概95%以上的梅花都已经开放，大概有30多种的种类。所以呢，就在我住的附近，今天就转乘了2趟的公交车，其实呢就几个站而已啊，来到了这边。这边呢一看就是非常成熟的居住小区啊，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可以看到这些高楼。刚刚呢，我就是从前面的一条岔路啊走进来，眼前的条小河呢，看上去已经整理得非常的干净了啊，但是呢，那头应该是拦住了，不让走了，有人在那边钓鱼啊。那个梅园呢，就是小河对面的围墙里面啊一片这个区域。那我们今天呢，就专门到这个新庄梅园里面去游览一番。现在我就向梅园的方向走着去。新庄这个地方呢，以前应该是叫上海县啊，就是上海市区徐家汇和闵行啊之间的一片区域。后来这片区域呢拆分成2部分，进徐家汇这部分呢就变成了徐汇区的一部分，而更大的一部分的上海县呢就划归成闵行区啊。刚刚呢，就从这条小路走进来啊，因为公交站在那头，还是相当不错的一片居住环境啊。这个河里头有一只像鹳一样的鸟。只要有水的地方呢，就会有人在那边钓鱼啊。不清楚这样的小河里面有什么样的鱼可以钓，可能仅仅是乐趣吧。在这边的小河的丁字路口呢，望过去啊，可以看到啊，开了一片片的梅花树。好，我们往前走。应该有一个公园的入口，可以进到这个梅园里面。为什么叫梅园呢？其实上海附近啊，叫梅园的地方很多。据说呢，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啊，有一位姓杨的，应该是有钱人吧，就在这边开发了一片土地啊，做了一个花园，叫杨家花园啊。在这个里面呢，遍植梅花。久而久之呢，大家就称之为梅园。那后来呢，就不再说这个杨家花园啊，不突出这个个人的名字了，就变成了新庄花园，或者呢叫新庄梅园。随着这边的开发啊，已经从郊区呢变为城区了，但是这个花园呢，还是得以保存了下来。走到这边呢，就可以看到啊，马路边上还有很多的工事在围蔽进行当中啊。这边停了不少的车，大家冲着这个梅园赏梅来了。而且呢，再过几天就要闭园了啊，所以我也是趁着最后那几天啊，到这边来观赏一下。
看这个招牌上写着梅花节，3月1号到3月8号，短短1个星期，临时停车。周围的乡亲们呢，都到这边来赏梅来了啊。江南这边呢，对赏梅啊还是非常有传统的，因为这边天气比较冷嘛，梅花开了呢，就证明冬季过了啊，春天来了。这边应该是一个公园的入口啊，到了门前呢，就开得火热的这些梅花啊。蛮宽敞的一个路口，同时呢，这个公园前的这片场地啊，还是一个当地老百姓休闲的地方啊。你看啊，有很多可以坐的那些长椅。在外面车站。这面墙上呢，专门有新庄梅园题的这个字啊。这边呢，就是新庄梅花节的这么一个招牌啊。23年第2届新庄梅花节，这才办到第2届而已啊。这里面人还不少啊！你看这个指示牌啊，都是梅苑啊、暗香亭。这边有一个新庄梅园的平面图。哎，这边有个介绍，可以简单看一看啊。就在这个新庄镇，占地面积呢11万平方米，外环生态建设项目的一部分，15年建成开放。第2届新庄梅花节，当时巴金的名作家在这边拍摄。这个新昌公园是公园，美丽的美。哎，那个新昌公园。看着这些梅花，感受到春天的气息。按照颜色来区分，我可不可以把它称之为红梅啊？很多人在这边不但踏青，还在这边呢做直播。女士们跟这些漂亮的梅花争奇斗艳啊！梅花树枝上还挂着一些小灯笼，增添一些气氛啊。这边呢，看上去还是很开阔的一片草地，而这个草地的中间呢，做了一些像小盆景啊。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梅花，还有呢各种的鲜花啊。
这边呢还有一片湖区，对面有更平坦的草坪，更多的梅花在对岸啊盛开着。整个环境还是非常的优美啊，可以看到啊，可以望湖的那些民宅，都是一些新建的高楼。虽然呢这边开了不少的梅花啊，但从种类来看呢，其实还是比较单纯的，大概也就不外乎红色横那种白白的，可不可以称之为红梅和腊梅呢？看来这边呢，确实是一个梅花的专业性的公园啊，因为这个小路边上啊，那些矮矮的树都是梅花树。像这种造型别致啊、大盆景啊，种在一个花盆里面的这一盆开得非常灿烂的梅花，可能是专门从什么地方搬过来的。很多人呢，长枪短炮啊，但更多人用手机在那边近距离的拍摄梅花。这边有一些梅花的品种的介绍，叫跳枝，也叫洒金，大概就是这样的梅花吧。如果我没弄错呢，我刚刚就在这个河的对岸啊，那边走过来的。这条河呢，通到前面就和一片湖区连成了一片啊。今天天气也非常好，应该有10来度啊。出着太阳，虽然太阳光不是特别的猛烈啊，但是呢，非常适合春季踏青的这么一个季节。除了梅花呢，还有一些像水杉树，冬季呢都变成了枯黄的颜色。还有一些春季开出的小小的白花，但是这边的主角呢，绝对就是各种各样的梅花了。
虽然马路两边的梅花开得不少，有些呢还是开得非常的灿烂啊，但整体来讲呢，这个颜色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单调，也就是呢红梅和腊梅，偶然呢可以看到一些颜色稍微有些不同的梅花啊。很少有。你看这一棵梅花呢，开得非常的灿烂，应该是满开的状态啊。这边有个新品种叫杏梅品种群，但是我看跟刚刚对面的梅花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啊。这个梅花节啊，这个新庄的梅园给游园的人们呢带来了很多乐趣。虽然呢，在公园里头逛的大部分都是上了一些年纪的周围的居民，确实对于他们来讲呢是非常有益身心健康的一种逛花园的活动啊。到了这边呢，就感觉梅花的品种好像又多了一些，有看到那种淡淡的绿色的梅花。看多了刚刚那些红色的梅花，但这个梅花呢，感觉有些绿绿的春意啊。当然也不缺这些粉色的啊，总之就是各种梅花争奇斗艳就对了。在这些红色的梅花边上呢，有一些黄色的花卉啊。我相信这肯定不是梅花了，这不知道什么花，也是开在早春季节的花朵。这边也有啊。我弟和我妹来了，来上海。在公园的栅栏的外面呢，都是一片竹林，还有很多其他的树木。
这边呢，就是专门在那边养殖的一些梅花，像这些呢，可能就是以后都是要移植到各个地方去的梅花树在一些粗壮的枝杆上面呢，绽放的这些梅花。现在的那个梅花就是我那里现在那个梅花漂亮的嘞，那个梅花都没有，那么小，就有1年过来的时候，还有不少的盆景梅花的盆景。看来这些造型各异的盆景更有韵味这一棵梅花树很有特色，相信从别的地方移植过来的吧，开得非常的灿烂饱满的树冠。范围还是挺广的一大片的地方，就在这个外环的马路边上留出了这么一个公园。你呢？也有几棵青松的小盆景。
称得上梅园地方挺多啊，也曾经去过几个著名的梅园，像无锡著名的梅园呢，就是荣家花园啊。但是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呢，就是广州边上有一个香雪公园啊，就那个公园里面呢，是真正的种类可能有上百种不同的梅花树。我专门还到那边去拍过一次视频，我看能不能找出来啊，把这个链接呢放到这个视频当中，大家有兴趣呢也可以翻出来看一看，比较一下啊，江南地区的梅园和属于岭南地区的梅园有什么区别。但不管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这些梅园呢，都非常的漂亮啊，因为它在冬季啊开放的这个梅花，代表着中国人的一种性格啊，或者是敬仰的一些东西，松竹梅兰嘛。这个小湖里面呢，有几只鸳鸯啊，也有小乌龟。我看到小湖里还有一些小鱼。刚刚我就是应该在对面望这个湖望过来。难得的草地上慵懒的一些生姿，按照刚才一位游客说的话呢，这就是春游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啊。我觉得我挺认同这样的说法。逛公园呢，春游啊，就是应该这样的慵懒、散漫、自由自在啊。我今天呢就把这个在新庄梅园的踏青啊、游园呢，就当做今天走步的一种锻炼。原本呢我是想啊，骑着单车来，因为刚好呢是大概几公里的距离啊。但我想象呢，但凡称之为公园地方呢，肯定是不让你的单车骑到里面来的。果然，刚刚在门口呢，看到有些的骑单车人被阻拦啊，被保安阻拦，所以呢，我想我乘坐的公交来这边还是明智之举啊。我自己理解的这退休生活呢，就是随众又不随众啊，又保持自己一份独特的行为，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但像今天这样的，就是看到网络上啊，大家都指向新庄梅园，那想着呢，就是随众一番啊，跟大家一起呢到公园里头来逛一逛。而平时呢，更多的就是自己啊，选择一些自己想去的地方，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又陶醉了，重新再来一下，快点。
尽可能的保持一份自我。只有保持一份自我呢，才容易保持一份纯真呢。湖里的小鸭子，还有很大的锦鲤，更多的呢是这些黑黑的小鱼，吸引着很多孩子们在这边投食啊。这边也有好。湖边的休息亭。看看这些环湖的景色啊，现在呢都被一重重的红色的、黄色的，还有一些淡淡绿色的梅花所占据。好了，差不多又回到了我刚刚在公园里面行走的起点了。非常漂亮的梅花啊，跟大家分享一下。祝大家春天愉快，谢谢大家观赏，再见，拜拜。